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又翻车，4万名牌长裙被吐槽像浴袍，气质全靠脸撑。赵丽颖新剧在人间表现不佳，但她近期活动状态惊艳，黑发造型优雅大气，五官舒展适配国字脸，对脸镜头也难掩魅力。虽造型师被嘲裙装侧面臃肿，高跟鞋土气，但她的颜值仍撑起全场，与粉丝互动笑容生动讨喜。赵丽颖新剧在人间扑街难以挽回颓势，集均播放量至今没有突破1000万，但她自己并没有受到剧集扑街的影响，频繁出席活动。在她最新一次线下活动中，颜值状态又变美了。赵丽颖本身长了一张比较端庄的圆脸，有几分厚重的美，现在有了发腮的倾向，面部向着两边横向扩展，从圆脸变成了国字脸。但是这并不破坏她的颜值，因为她的五官和国字脸型很适配，反而透露出一种大气的感觉。虽说她的脸上有了眼角细纹和抬头纹，可以看出一些年龄感，跟20几岁的明星还是有差别的，但胜在五官舒展，面部棱角柔和，和造型的适配度很高，在对脸镜头下也看不出她的脸部有什么大的瑕疵。不少网友都评价说，她还是适合这种深色的发型，浅色头发容易显得土气，还被人诟病像精神小妹。但这种端庄的黑发造型，就让她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区，看着仍然很优雅有魅力。之前她前去国外参加颁奖典礼时，就选择了黑发造型，网络上有热搜称她染回了黑发。不过，她其实是戴了一顶假发，在她活动后的下班图上，她又换下了假发，换回了自己的粉色头发，看得出她对自己的粉色头发还是很喜欢的。她在现场的表情也很生动，和粉丝一起互动时笑容满面，时不时的点点头，看起来非常讨喜。不过，虽说赵丽颖这次的颜值状态不错，但她的造型师还是受到了嘲讽。她穿的这条裙子价值4万多元，也是大牌高定诚意，正面看很美，像花仙子一样，露肩颈的设计能够很好的凸显出赵丽颖的曲线。但问题就出在侧面上，侧面看上去就像是睡裙一样，特别臃肿，印花图案也格外俗气，完全降低了赵丽颖的时尚气质，整套造型都靠赵丽颖的脸和手上的名表撑着。而且造型师还给赵丽颖配了一双防水台高跟鞋，这双鞋价值3000多元，价格不便宜，但是非常笨重，一点没气质。虽然提升了她的身高，但显然一看到她的鞋，1秒钟变土气。甚至还有网友怀疑她的造型师团队里面有黑粉，所以一次次产出糟糕的造型。还有网友注意到一个细节，质疑赵丽颖的仪态不是很好，一直低着头参加活动，走路时低着头上且有理由。可以说她是在看路，避免摔倒，但是坐下以后还是低着头，就会有种含胸驼背的感觉，显得身材比例也不好。赵丽颖原本是很美的，但她的时尚感还是需要造型和氛围去衬托，希望她的造型师多吸取教训，而她自己也多多提升仪态吧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承认，作为一位在荧屏上以甜美温婉形象深耕多年的演员，赵丽颖受到媒体和粉丝的期待总是带有高度理想化的滤镜。在这种期待下，她稍有偏离以往风格的人设与形象就会被放大审视。她此次选择一条剪裁较为简约、落地感强、垂坠线条明显的长裙亮相，有人认为它富有现代感、典雅别致。但也有人指出这条裙款式厚重，搭配不协调，从一张照片中像浴袍一般映入眼帘。这种视觉落差，即使是贵价长裙，也难以掩盖造型与身形、气场的接轨问题，因而难免引发争议。其实，贵不代表美的观点在时尚领域早已成为共识。服装的是否符合整体形象，更多在于它是否适配了演员的身形、气质、场地环境与身体语言，而不仅仅是价签本身。
赵丽颖在镜头前站姿略显僵硬，裙摆掉落，缺乏层次，整体造型仿佛没有与她本人的仪态相融合。这在摄影捕捉的瞬间被无限放大，也让外界形成了靠脸撑场、仪态不佳的印象。其次，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当下公众对女明星外在习惯的苛刻心态。一张稍显僵硬的姿态，一个没有优化的侧角，就是被放大批评的借口。而另一方面，也许我们更应该觉察到，动辄以翻车失格的措辞去否定一个落差性的瞬间，对演员本身带来的压力并不友好。毕竟，他也是一个常人，在万众瞩目下的每一次亮相，都可能因角度、灯光、镜头延迟而产生误差，更别说还有走秀节奏、现场互动、现场风向等诸多未知因素影响。回到事件本身，若我们撇开批评的情绪，将其作为一次公共形象曝光与审美认知冲突的典型案例去反思，会发现，造型与场合的契合度，在大型活动中选择造型，应注重比例、层次、灯光效果与现场互动。长裙需搭配恰当的鞋型，姿态训练如交叉站姿，前后重心变化，才能从视觉上显高显瘦，避免浴袍式宽松。仪态训练的重要性，站姿、行走、面部表情，这些都是构成完整造型的关键。即便礼服精致，如果仪态不配套，也会让整体呈现欠缺质感。公众期待与创作者自由，作为演员，探索不一定要在安全区内，尝试不同风格，本质上是创作自由。但这种自由若不提前测试媒体传播效果，也易引发反向舆论。然而，在争议的背后，也有值得肯定的部分。他审美态度的勇气，不盲目迎合，也不拘泥于温婉形象，而是主动尝试多维度的时尚表达，这本身就是具备进化意识与成长意愿的表现。他的外貌仍在撑住场。正如网友所言，尽管造型被部分批评，但很多人依然对他的颜值打出高分。如果没有这份颜值基础与公众好感，他可能早已被翻车事件彻底埋没。争议可以反思辅助成长。这次吃负面锅，在造型层面而言，是一次提醒，也是成长点。善于利用争议梳理下一步形象策略，将让他的演艺之路走得更稳、更远。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素似审美的时代，我们或许更应提醒自己，对演员的期待本可以多一些宽慰与理解。姚明若一次罚球不中，也不会被质疑技不如人。演员若裙摆未铺平，也不必一棒打死。他们需要修正，也需要时间，而不是无限的放大镜。赵丽颖这次或许翻车了一瞬，但作为观众的我们，是选择批判还是鼓励，取决于我们想成为怎样的观察者。我们是见怪救猪的批评者，还是用成长视角包容其跌落的同行者？如果他因此转型更有方向，持续磨练仪态，造型团队也打磨更契合他气质的风格，我们是否愿意在下一次亮相，以更温柔而期待的姿态等待他？最后，想借这个事件，给所有喜欢他、关注他的人，传递一句最温柔的寄语：演员不是站在神坛上的雕像，他们会玩火犯错，也需要时间验证与成长。我们欣赏他的光鲜与实力，更愿意留一份温暖，让他在不断试错和找到自我的过程中继续发光。赵丽颖仍在成长，无数个造型仍在累积，只要镜头前她依旧不放弃探索，我们就依旧站在她的未来。期待下一次，她再次以仪态与气质俱佳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愿观众从批判变成理解，让舞台变成真正展现成长的舞台。王一博横扫54奖，10领域封神，全能王者碾压娱乐圈。54个奖项横扫10个领域，赛车4次参赛4次登台，街舞成图腾滑板圈福气。王一博用实力证明，人生没有边界，敢拼就能赢。从金鸡奖到赛车冠军，他活成了现实版开挂人生。你猜他下一个征服的领域会是什么？王一博，
最近又炸了54个奖项，横扫10个领域，你能想象吗？有人说他是天才，也有人酸他资源咖，但这些奖项能靠资源堆出来吗？18个金鸡奖提名，金鹰奖稳稳拿下，华表奖提名最佳男演员，能混到这种程度，不靠演技靠什么？拍纪录片也能拿泰利奖，号称电视界奥斯卡。这事儿换其他流量明星能做到？不止演戏，他赛车圈也彻底封神，4次参赛，4次领奖台，2个冠军，2个亚军，这成绩绝对硬糊。赛车这种事，靠脸能赢吗？拼的是技术，是胆量，是体力。第一次玩攀岩就开线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？难道他是超人？滑板推广大使，这个身份还挺有说服力。毕竟热爱是真的热爱，滑板圈没人不服，街舞圈更别提了，他直接成了图腾。有网友说王一博跳舞是整个街舞圈的福利，这话酸不酸？有人嘲讽他是圈内的万金油，但他偏偏每个领域都玩出成绩，谁敢不服？这年头，娱乐圈里谁能像他这么全面？大部分明星一辈子都死守一个赛道，他却每个赛道都能赢，你能说他不努力吗？赛车练技术，演戏琢磨角色，跳舞压榨时间练基本功，每一步都扎扎实实。有人说他背后有团队包装，有资本撑腰，但问题是，别人有资源有团队，怎么就没做到？54个奖项不是随便发的，你去问问业内评委，谁敢随便颁奖给这种流量艺人？天赋、汗水、团队，到底是什么让他这么牛逼？王一博很聪明，他不跟风，不卖人设，更不妥协。你能看到的是一个艺人在努力活成自己，这种不设限的态度，才是真正打破边界的核心。有人嫉妒，也有人佩服，但更多人是被他激励了。谁不想活得像他这么坦荡？娱乐圈的明星多了去了，但王一博这种靠实力破圈的，真的没几个。别说粉丝迷他长得帅，那只是表象，真正让人追捧的是那股拼劲，是他身上的一搏精神。这种精神不止粉丝喜欢，路人也愿意买单，因为他做到了大家都渴望却做不到的事，打破界限。华表奖、金鸡奖、赛车冠军、滑板大使、街舞舞王，这些头衔加起来已经够一个人吹一辈子了。但王一博没停，他还在继续闯，还在继续拼。有人问他下一个领域会是什么？是没玩过的乐器，还是更难的极限运动？说实话，谁知道呢？对王一博来说，好像没有什么是不可能。有网友评论王一博就是现实版的开挂人生，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夸张？但你细细想想，又好像没毛病。他真的是每个领域都赢了。不管你是不是他的粉丝，你必须承认，这个人活出了很多人的梦想。如果说娱乐圈是一个大赛场，那王一博就是那个没天花板的选手。他用实力告诉所有人，人生没有边界，只要敢拼。从演员身份出发，他在《陈情岭》《无名风起》《洛阳》等剧中的突破，已让演技从偶像流量过渡到实力派阵营。尤其是在《无名》中与梁朝伟、周迅等实力动辄压场的演员同台竞技，既敢打擂台，又毫不怯场，并多次凭角色荣膺各大评奖节的最佳男主、年度突破等重量奖项。54项大奖中，仅影视部分就占据相当比重。他用实力证明，观众不是被流量带着走，而是被表演牵着心。而在赛车领域，他更是极具野心。成为专业赛车手，不只是在示范少年偶像多期发展，而是真正投身赛车赛道，取得 FIA 赛事资格，在国内外赛道角逐，彰显跨界诚信与深耕态度。这份专业与热爱让他不仅收获赛道荣誉，也让粉丝以赛车人的身份为之欢呼。他不是蹭热度，而是真正从0到1的修炼自我。除此之外，舞蹈是他热爱更生根的技能源头。
出道时以街舞闻名，后来在综艺和演出中多次获奖。舞台上沸腾的能量与艺术家共情的舞感，延续至今仍无减。他正式回归舞台时，那种被认可的情感，是他对初心的坚守，也是观众对他的厚爱。音乐领域，他的翻唱、主题曲演绎同样入选音乐榜单，斩获最佳翻唱年度单曲等行业肯定，成为自带歌曲热度的实力嘉宾。综艺实力圈粉，从极限挑战到各类大型晚会，他表现出的职业素养与呼吸节奏，无不让网友惊叹，久违了，这才是会玩的偶像。他不是靠综艺塑人设，而是让真实形象通过节目传递，认真、幽默、可敬、可爱的综合个性，让粉丝不再只是脑补，而是真切地感受到他的魅力。品牌资源方面，他为优质品牌代言层出不穷，如海利·汉森、赛车装备、中高端护肤、美妆、科技产品等。他的选择已不再简单跟风，而是与品牌价值高度匹配。短短几年，他协助品牌实现销量倍增、关注度暴增、品牌调性升级，让品牌主惊叹，他是圈内少有的能实打实带来产品深度传播与用户粘性的偶像。文化旅游探索中，他不只做项目代言人，更深耕地方文旅资源，为乡村振兴与文化推广助力。他暖条采访曝光，让很多网红的被重新认识，也让年轻消费者主动探索中国不同城市文化瑰宝与自然风光。这份责任心与文化情怀，正是全能玩家概念的社会意义体现。从商业驱动到爱与责任，他已经证实，一个真正的全能偶像，不是拿下多少奖项，而是用多重身份，在多个领域得到权威认可与民众共鸣。54奖既是荣耀，也是他在每个赛道打磨过成就和口碑的结果。他不是在某一领域短暂爆发，而是持续经营、长期耕耘的实干者。当然，他不是无人能敌，也不完美。公告、媒体、粉丝们的高关注度甚至带来争议：身体是否透支，被定义是否太快，未来转型是否成功，我们无法预知下一站。但正因这种追问，无形中为他搭建起更高、更稳的跃升阶梯。只要他愿意踏实走下去，下一站就会比这一站更耀眼。写到这里，我们也希望用这一篇文字告诉所有观看、喜欢他的朋友，王一博不仅是一张光鲜的脸庞，而是真正拥有多面能量和责任担当的当代青年代表。他用行动打破单一标签，用跨界赋予偶像新的定义，用奖项与数字证明星光不是昙花，而是光点在积累在绽放。未来，他或许会在电影里饰演更复杂角色，会在国际舞台唱自己的原创新歌，也会成为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。无论在何种角色中出现，只属于他的初心与实干不变。他不像被定义的顶流，他是会定义全能王者的人。所以，对所有读他的文字、看他的作品、为他自豪的你我，希望继续给予他空间与期许。我们敬他的努力，更欣赏他不断证明自己的勇气。我们在欣赏他的成绩，也要懂得给他休息的时间。因为你与他都在成长，他的冠军路也会成为我们的成长镜像。王一博，全能称霸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。期待他未来更多精彩，继续见证他如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偶像时代玩家。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努力、坚持、跨界、勇敢前行，无论奖项多少，都心怀温柔与初心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